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阳光爸爸。今天呢，我们要来修一台老顾客的机器啊。大概在9月份的时候啊，我给他修过一台净水的机器。然后前两天他联系我说，他还有一台 Switch Lite， 它的 L 按钮坏掉了。那东西已经到这边了，他还留了个纸条，原来是小朋友玩的时候太大力了啊，L 按钮被按坏掉了。OK， 而且是繁体字哦。我不知道这个朋友是台湾的还是香港的。那我们来看一下吧。是粉红色的，哎呀，不知道小朋友是个女生呢，还是妈妈给寄过来的？是一台黄颜色的 Switch Lite。哦，我感觉到了。哦，这个按钮按不下去了。OK， 我们来确认一下它的动作。摇杆是完全 OK 的啊，没有任何漂移。小朋友怎么会把这个摇杆搞成这个样子的啊？像两个大鼓包一样啊。然后呢，L 按钮好的吗？他的问题他说错了，是 R 按钮了。L 按钮完全没有问题，这个 R 按钮按不下去，是被摔的了。我感觉这地方卡住了。OK， 没有问题，我们拆开来给它修一下。首先要把背后这4颗螺丝拧掉。OK， 然后呢，外壳我们原则上啊，我们不用电动螺丝刀。好了，然后呢，从这个2个喇叭的口开始啊，从哪边开始比较好呢？我习惯从左边开始。然后呢，找个拆机片啊，大家家里如果有过期的信用卡或者是会员卡之类的，用那个卡片，我感觉更好一点，很轻松就开了。OK， 好了，轻松搞定啊。这个地方摔出来的，这个地方卡住了而已啊。所以呢，我们先看一下后面东西哦，多余的东西我就先不拆了，先把这个按钮拿掉。这样整个就不让我拿下来了。OK， 你看它这个按钮啊，现在还是很完好的待在这边，所以没有问题啊，问题不是很严重。我本来以为要给它换这个按钮的，其实呢，它只是外壳。这样就修复了。我本来想做一个修理按钮的视频的，结果这个按钮其实是安然无恙。那我这边刚好有 Switch Lite 的摇杆，所以呢，接下来就给它换2个新的摇杆上去吧。那既然要换摇杆的话，那就是要彻底把它拆掉了。让我们开始吧。先要拧掉后盖，这个后盖的螺丝啊，有1个、2个、3个和第4个。这1颗螺丝是不一样的。它是固定在塑料上面的，所以呢，它的丝牙比较粗。另外3颗螺丝呢，它是固定在它的金属中框上面的，所以螺纹比较细。OK， 让我们开始吧。1个搞定了，我们来第2个。好，接下来就是这个拧在塑料里面的螺丝。这个螺丝我们来比较一下就知道了。这个呢是拧在塑料里的螺丝，这个呢是拧在中框金属中框里的螺丝。先要把电池给断下来啊。电池的排线藏在这个排线下面，然后呢，我们把电池撬开。OK， 那这样的话，这个机器我们就安全了。那接下来我们取下散热片。首先这3颗螺丝啊，把散热片拿下来。OK， 然后呢，这个卡槽和音频小口必须得取下来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颗螺丝。然后把这个排线做给抠起来 ，OK， 取下。接下来呢，松开各个部分的排线。
WiFi 跟蓝牙的天线，风扇其实不用拧下来，然后液晶，这个是触摸，然后这边啊，这个地方就是我们这次要更换的这个摇杆。接下来螺丝要拧哪几颗呢？我们来观察一下啊，3颗拧在塑料里的螺丝和1颗、2颗、3颗拧在中框里的螺丝，这样的话就应该可以把左边这块主板取下来了。好了，3颗中框的螺丝拧掉了，然后左边这3颗。好了，这样的话这一块主板应该就可以拿出来了。我们首先要松开它的排线，还有这个 OK， 还有风扇的排线不要忘了啊。好了，果然啊，主板就这么出来了。我们来看一下它的主板，很漂亮哦，没有变形，中框也没有任何断裂 ，OK， 完全没有问题。然后呢，我们把这个原装的摇杆把它拆下来，2颗螺丝。那我们来看一下啊，它这个摇杆是第1代的摇杆，那我这个摇杆是第2代的，底下的这个排线的材质是一模一样的，然后呢，固定方法不一样。二代的话，它这个地方有所加强啊，承受下压的能力更高一点。OK， 那我们把这个全新的2代的摇杆给它装上去。注意要排线要朝上。好，就这个样子，把这个主板装回去就 OK 了。但是我们装回去之前呢，一样已经把它拆开来了。它的按钮呢都是硅胶的开放式的按钮，那我们就顺便帮它清扫一下。然后在装之前呢，把这个地方的灰给吹干净。好了，给它装进去。就这样哦，放下去。注意一下这个触摸的排线，触摸跟液晶的排线把它抠出来。那同时啊，这个地方摇杆的排线还让它上来。OK， 好像没有问题了，全都到位了。那我们把这些排线给固定到位啊。OK， 风扇排线搞定，然后先弄液晶排线吧。印象中液晶的排线是最容易坏的。哇，轻松进去哦。下压搞定，然后呢，这边尽量让它平行的进去，否则啊会弄弯。把针弄弯的话就糟糕了。OK 了，没问题。好了，最后才是这个摇杆的排线。OK， 然后我们已经动了它的导热胶了，然后这些东西就铲掉吧，待会儿给它再上一点。接下来呢，把螺丝拧回去了。我们先拧3颗中框螺丝。OK， 先把左上角给搞定吧，这个按钮。OK， 这边呢有一个按钮也一样啊，我们要把它擦干净，所以呢，
好了，很干净了啊。OK， 然后呢，这边3颗，这一颗，这一颗和这一颗。最好手在下面拖一把啊，否则这个压力旋转在那个摇杆上面，可能会不太好。OK， 固定完毕，那把卡槽装回去。好了，卡槽上面啊有7颗拧到中框里的金属的螺丝，就一颗颗拧过去了。OK， 然后给它涂上新的散热膏，这边给它多加一点吧。然后把这个东西给它压上去，先给它固定一下。那么我们左边已经搞定了，接下来我们搞右边啊。右边的话，我们再观察一下，首先可能是一个套路了，这个东西拿把它取下来。OK， 这个是开关的排线，然后这个东西就可以拿下来了。然后这边还有个排线啊，我也不知道什么排线啊，先把它拿掉再说。这个排线啊，这2块板子相通的排线，当然把它拿掉喽。这样的话，我们就来分析一下哪几颗螺丝需要拧掉了。这边还有个排线。OK， 那么跟那边一样，首先啊，这2颗螺丝，这边这个板子都拧在塑料里面的。这种白颜色的螺丝呢，我们放大一点，颜色有区别。这种白颜色螺丝是比较短的拧在塑料里面的螺丝。然后呢，这边有2颗这种颜色的，有点发黄的颜色的这个螺丝呢，是比较长的拧在塑料里面的螺丝。然后这边好像又隐藏了半颗，哎，这个镜头这边看不到。所以我感觉是这2颗螺丝再加上这3颗长螺丝。我们把它拧掉看一下咯，先拧这2个白颜色的螺丝。哦，判断错了哦，这个白颜色螺丝是特别加长型的，不是短螺丝。然后，对，特别加长型的拧塑料里面的螺丝。然后呢，我们再拧这3颗喇叭的螺丝边。然后这边这个喇叭不是动了吗？然后你把它弄到一边，就能拧到这颗螺丝了。然后我们再松掉 ，OK 啦。这样的话，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板是不是能动了。哎，轻松取下来。这个喇叭你就不用把它，喇叭这个排线你就不用松掉它了，这样就下来了。这边也有点脏了，看到没有？这个板子上这些开始在氧化的部分，如果你不清扫它呢，时间久了以后呢，这个按钮就会接触不好了。好了，我们拆摇杆。拆摇杆的时候呢，这个框你给它扶一下啊，否则你拧的时候下面会变形。2颗螺丝去掉，摇杆就起来了。OK 了，又是个大鼓包的摇杆。那这边呢，它的摇杆这个排线方向朝下方，把它压下去。OK， OK 了啊。接下来就把它安装了。在安装之前呢，用酒精把它这个按钮给擦一下。好了，我们把它装回去吧。背光排线让它到上面来。
OK 啊，这边有几个定位孔，十字定位孔。同时把这个摇杆的排线抽上来。好了，我们开始拧螺丝，先固定2颗特长型的螺丝吧。OK， 然后就是这3颗。OK， 然后我们要把它排线给固定好。那这个时候呢，要把这个按钮给擦干净。好了，可以了。OK， 它插好，都在它应该在的位置上了，那就 OK 啦。接下来呢，把电池扣上，确认一下它的动作。OK 了，所有按钮接触良好，所以呢，我们就可以把它装起来了。那这个时候呢，其实我们电源也不用关了。卡槽上面啊有点氧化的地方，然后擦不干净。我们上它的金属盖板，它的金属盖板里面非常的干净啊，没有任何问题。在这个盖板时候要注意哦，它这边有2个抓钩。所以呢，我们先要从这边下去，左边让它的抓钩抓住了，然后再放下来。OK， 放下来之后呢，这个孔啊对准了位置了，然后我们就可以上螺丝了。然后左边这个拧在塑料里面的螺丝，给它拧进去。最后呢，我们把它这个盖板上面的灰尘给它刷掉，用刷的方式可能更好一点。然后啊，这个盖板也是啊，内侧有很多有一些脏东西，已经灰尘之类的，再擦掉。然后顺便我们要把它这个边框上面有一些脏东西会进来。那我们用无尘布啊，再加酒精啊，把它边框上的脏东西擦掉。这样的话，装起来以后就不会有个黑缝。包括这边，然后呢，这个2个按钮这个地方也会有灰尘进来，所以我们把它擦掉。OK 了，我们就可以把这个机器给装回去了。怎么装呢？很重要哦，这一步。首先我们要从上面的扣进去，扣进去以后呢，注意啊，它左边这个地方会碰到，要用力拉一下，让它从这边解脱，然后右边也是，这边 OK。这样的话，好了。整个机器就进去了，然后刚才缝里面擦过了以后呢，这边就不会有条黑缝，看着会比较舒服。好了，我们把它的螺丝拧好，最后再确认一下动作，应该就 OK 了。来，开始拧螺丝。就是 Switch 这个外壳上的十字螺丝啊，它是不能被磁吸住的，这个拧的时候很不方便。可能它这个螺丝是不含铁的啊，完全是不锈的螺丝。
OK， 好，至此为止啊，这台机器就摇杆更换完毕了，按钮呢修理完毕的。我才发现啊，它屏幕上有贴膜，怪不得。看到了膜里面的灰尘，我才发现的。那这台机器摇杆的更换啊和按钮的维修就此完毕了。再确认一下它的动作吧。OK， 这个摇杆也 OK， 按钮啊。完全 OK， 好了。那么本次这个 Switch Lite 的摇杆的更换跟按钮的维修就到此为止了，拜拜。